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来自山东，我们都是住宿生，经常一起去食堂吃晚饭。有一天他说，在上海每天吃米饭很不习惯。我听了特别惊讶，中国人还能吃不惯米饭？就问他，不吃米饭吃什么？他说，我们家都是吃馒头，几乎不做白米饭，要做也是做成稀饭。我当时那个震惊的状态至今都记忆犹新。原来不是每个地方都吃白米饭啊！本来只知道少数民族可能会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想到同为汉族人，生活习惯竟能如此不同。我突然感觉自己那个极其狭隘的世界观碎裂了。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区，尤其是小学和初中，周围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可以说一丁点文化冲突都没有。我能想起来的就一件事，初中时有个女生家里比较富裕，有同学去过她家后告诉大家，她家厕所用的是卷筒纸。同学们都一脸惊讶，觉得好有钱好先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用的长方形的褶皱草纸，市面上刚出现卷筒纸，比较贵，即使买来也都是当纸巾擦鼻涕用。有钱人用这么柔软的纸擦屁股，真是奢华。事实上，直到来美国，我才在家中厕所里用卷筒纸，因为在美国，草纸居然就只有卷筒纸。在我成长过程中，除了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夏令营，爸妈从来没有带我旅游过。我甚至连上海市区都没去过几次。到高中时，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去中原地区，是学校老师带队的考察调研。我第一次看到了黄色的土地，看到了延绵起伏的山川，那个壮阔啊，我呼吸都要停止了。这是电视上才有的画面啊，我怎么会在这里？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此前我见过唯一的山就是上海的佘山，小学春游去的，海拔只有100米。但第一次见到佘山的时候，已经觉得哇，好高。那次中原之行，看到了名胜古迹，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一次知道了烩面这种食物，面条可以不扯断，一根就可以盛一碗，太神奇了。由于有学校的介绍信，下到农村田间地头，上到省政府部门，都基本畅通无阻。在农村采访当地农民时，感到当地农村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他们那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跟上海很不一样。我家虽然在上海郊区，但我这代人并没有种过地。那次出行增长了我很多见识，比读几本书、看几部纪录片都有用。我想着长大以后有机会，自己一定要多出来看看。我大学也是在本市上的。我在大学期间并没有出去旅游，主要是没有多余的钱，但我的眼界还是开阔了不少，因为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还有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发达起来了，宿舍里也装上了宽带。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哥因为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家里买了一台组装电脑，他平日里不在家，基本都是我在用，但当时还是拨号上网，网速很慢，还老是掉线。那时候很流行新浪聊天室，我在聊天室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大人，这是种很新奇的体验。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某省文联的，我和他相谈甚欢，互相给了电子邮件地址。后来一段时间，他把他写的小说草稿边写边发给我看，题材对我来说特别陌生，讲少数民族重古之类的，玄玄的。我当时也才初3，懵懵懂懂的，只觉得能写出这么长的小说真厉害。高中时，电脑主要用来和同学聊 QQ， 以及上本校的校园论坛。直到大学，家里和宿舍都装了宽带，有段时间沉迷于天涯论坛，忽然觉得走进了牛人的世界，大家都好厉害，知识渊博，有理有据，有个性，发帖回帖质量都好高。相比之下，自己真是孤陋寡闻，所以我从来不发帖，也极少回帖。但我真的很爱看帖，碰巧还围观了一些著名的网络事件。
我的感想是，牛人太多了，这世界真精彩，而自己真是无知又渺小。大学里的英语老师经常拿他自己家里电视上录下来的国外新闻给我们练听力。他常说，家里装个卫星接收的锅就可以看到国外的电视了，很容易，推荐大家也去装，提高英语水平。当时装锅其实属于法律灰色地带，我有顾虑，但是老师都推荐了，而且那段时期管控比较宽松，应该没事的吧。于是让我爸给家里也装了个锅。我记得有次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放的纪录片，讲安第斯空难的，我被它的精彩程度震惊了。不提故事本身精彩，它这个纪录片制作手法也太高科技、太精良了。我平时最爱看的上海的纪实频道，国内的纪录片我还没有见过这种风格的，我被深深吸引，太好看了，这个锅装得太值了。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大学刚毕业那会儿，跟我老公去香港玩，报了一个中等价格的旅行团。我们本以为有导游带着到各个景点游览，结果是被带着去一些奇怪的地方消费。比如一幢很破旧的楼里，居然有卖珠宝首饰的一间大房间。一行20-30人进去后，听人讲解，然后给大家时间选购。里面的空气非常闷，但是门被锁住了，出不去。导游到处巡视，鼓动大家购买。我跟我老公是奔着游玩来的，怎么可能在这里买珠宝呢？转了一圈之后，就站在了一边。导游走过来，游说我们买点。我说我们还是学生。导游无语，轻轻翻了个白眼走了。当时还是太年轻，觉得自己不买东西真是羞愧。导游还带我们去寺庙烧香，说特别灵。那个香很贵，只有部分游客烧了香。我跟老公不信这些，觉得没必要。那个寺庙周围的区域特别破败，我轻轻跟我老公说，那么灵，为什么没有保佑这块地方？这话好像是被导游听见了，看到他又翻了个白眼。我为自己说错话而很不安。在车上时，导游在车头对着大家说，有的人额头很高，但是头发挡住了，这样会阻挡前程的。我知道他是在说我，我当时是短发，刘海有点长了，还没有剪。我们又被带去卖化妆品的、卖 DV 摄像机的各种地方。我真的没需求，还好别人买了，不然导游脸色会很难看。我们又来到了一幢楼的地下1层，那里全是卖手表的。我其实没有需求的，但我的内疚让我临时起意买了一块某时尚品牌的手表，1200港币。试戴的时候，导游也过来围观夸好看，还举我的例子鼓励其他游客购买。他的意思是，连学生都买了，你们还不赶紧买？自从买了这块手表，导游对我的态度就变好了。我感到这一切都好夸张，好不真实。要花钱才能获得一点表面上的尊重，这真的不是在演电视剧吗？终于等到了能自由行的2天，我跟老公去了香港的星光大道。那天天气挺冷的，星光大道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晚上还坐了游船看夜景，又去迪士尼乐园看花车游行和烟花。那2天过得很开心。多年后再想起那次旅行，我的感悟是，旅行的意义不只是观光游玩，还有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人，经历奇奇怪怪的甚至糟糕的事情。他们是我人生路上看到的风景，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也是一种很大的收获。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我来美国后不久，和我老公坐邮轮去加勒比海玩。前2天玩得很开心，尤其是在开曼岛，人生第一次捧了海龟。第3天浪很大，我开始晕船呕吐，难受到躺在床上几乎奄奄一息了。每天都盼望着快点靠岸，即使已经无比难受，我某天的日程还是选择坐了开到墨西哥大陆的快艇。我一路吐过去的，看到了巨大的玛雅金字塔，
觉得特别壮观和神奇。初中时看过好几本关于玛雅文明的书，那段时间特别感兴趣，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有机会亲眼看到，我就是吐得肝肠寸断也一定要来的。那次游轮的经历，身体难受归难受，还是不虚此行的。一切都太新鲜了，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原本离我那么遥远的世界，居然就活生生呈现在我眼前了。小时候想都不敢想，自己人生的可能性竟如此之大。这世界那么大，我并不经常具备旅行的条件，但我可以看书、看电视和上网。我受我爸的影响，从小几乎每天看新闻，一直自以为自己懂得不少。直到上大学后才意识到，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立场，对待新闻里的事件要尽量保持独立思考。如今网络如此发达，我可以轻易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我也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比如我会看中美两国各自的新闻媒体，上两国各自的社交平台，两者画风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觉得特别割裂。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意见分歧，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者互相间深刻的误会。那种打不破的壁垒让我感到深深的无力。我真切地感受到，普通人如果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缺乏与外界沟通的话，就会被牵着鼻子走，想法就会狭隘偏颇。最近听说许多老外上中国的小红书，我觉得是好事，平民间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本该这样的。有机会还应该多出去走走，亲身体验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了解一下有好处，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这世界那么大，不同的大环境和小气候把人们的三观塑造得千差万别，有些甚至匪夷所思。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心态会更稳定，会更理性看待理念的冲撞。我特别想要做这样的人，看更多的风景，在体验世界多样性的同时，保持心态稳定，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